好，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，我是 Sandra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的一篇文章。那内容它是提到，在传统金融专家眼中，加密企业应该如何进行财务管理。虽然说它文章的内容看起来像是在叙述传统金融业会面临到的问题，但其实从财政的角度来看，同样的道理一样是可以套用在加密企业当中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重点其实不只可以运用在管理企业中，对于我们自身的投资观念也是相当有帮助的。所以想说就跟大家分享，这篇文章的一些小重点。一般当我们听到财务管理，都会觉得听起来挺专业的，于是上网查了 Google 也会发现说，怎么有一大堆的专有名词？那到底什么是财务管理呢？简单来讲，一个企业为什么要进行财务管理？目的就是希望使得公司的价值最大化。这个道理就跟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投资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同样都希望透过财务管理，使得我们自身的价值最大化。那到底要怎样进行财务管理呢？以一般传统的金融业为例，我们会透过3个重点去观察，分别是现金流量表、损益表以及资产负债表。现金流量表代表你到底够不够钱，能不能活下去；损益表则是代表你赚不赚钱，赚得了钱才能活得久。钱呐，赚钱，钱又不。那最后呢，资产负债表代表是你值不值钱。你如果够值钱，日子才能相对过得比较好。对于一间企业来讲，要走的细水长流，必须要考量到的因素也就很多。除了要考量到如何活下去，以及活下去之后要如何经营才能长久，甚至更有想法的人会想要替自己的企业创造价值，造福社会。那当你了解了这3个重点以后，你可能会问我说，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对于企业来说，就是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，能够快速反应，并且降低营运的风险，以及拟定一个好的策略来稳定经营。但对于个人来说呢，则是拥有正确的财务思维，不惧怕市场的波动，观念正确才能留得住财源。虽然这些目标看似很简单，但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因素，导致这个目标更具有挑战性。如果这个目标真的这么简单的话，那现实生活中照理来讲应该会存在着一大堆的有钱人，可是事实上却并未是如此。那对于加密的企业来讲呢，很多都只是纯粹的加密企业，没有一些传统经济业务的思维。所以这也是我看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几个观点，希望透过这些观点可以避免一些错误。同样的，这些观点不只可以带给企业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观点省思自己的财务状况。那这篇文章统整出了3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时间性。财务部门必须管理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资金进出的时间。假设在没有资金流入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你有定期的支付，像是每个月要发给员工的薪资或者是房租这些，如果你先将这些成本锁仓，那对于未来的收益其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假设今天你已经确定了未来的支出成本的话，那么让你的所有现金闲置是非常低效率的。为了正确的管理时间，重要的是对未来1年到2年的预期资金流入以及流出进行预测，然后再用你预测的结果去规划一个适合你的财务策略。至少应该在一个活期的账户中准备6到12个月的关键营运费用，像是工资、水电、租金等等这些缓冲的资金，然后再根据特定预测的具体细微差别来安排剩余的资金。但其实这就跟我们的投资是一样的意思。如果你是一个积极的投资者，就算你看好比特币在未来会达到10万，可是这中间不可能完全没有波动吧？那如果你很积极，你不应该只是将资金闲置在那里，你可以就是对市场的行情去做一些预测，在同样的时间内能够达到最大化的效益策略安排。第二个就是货币错配，不同种类的货币流入流出都会造成财务的影响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客户是美国人，他们用美元来支付材料的生产成本，但他们的产品之后在网络上却卖给了用英镑支付的英国客户，所以一个好的财务部门应该要好好管理这种错配。
最好是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。而且我们可以假设一下，在资金流入和流出之间，如果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，而且外汇的价格非常不稳定，那当你要向供应商付款时，从客户那边收到的价值可能就无法 cover 你全部的金额，所以就可能会需要进行资金的对冲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当然还会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，可能都会让外汇的管理更加困难。所以加密企业在这一点上也占了不少的优势，因为加密货币兑换的便利性，它避免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。但这并不代表就完全没有问题哦。假设一间公司它是用以太币持有12个月的工资，但是却用 USDT 来支付员工的薪水。那如果以太币今天价格下跌了50%，那么这家公司现在就只会剩下6个月的储备工资，而不是12个月。所以如果你是要以加密货币进行支付的话，虽然说这样很方便，但同时也要考量到加密货币的高波动性，容易会造成资金的不稳。这边就可以建议使用稳定币或者是统一的货币，相对来讲问题就会比较少。那最后一点就是地理环境，不同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差异性。如果我们继续以货币为例，假设公司同样是收到客户给的英镑，可是他们要交付的货币是美元，所以此时呢，公司就需要将英镑兑换成美元。考量到这2个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紧密结合，所以其实兑换货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但如果今天其中一个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太发达，那这可能在实施兑换方面就会变得比较困难。显然，这对于一个完全的加密企业来讲，这不会是一个问题，因为财务部只是一个钱包，可以不受限制的从一个国家移到另外一个国家。然而，随着一家加密企业的成长，他们很可能就是最终在一个或者是多个的国家拥有现实世界办公室。产生办公室之后呢，进而也会产生费用，所以这种风险也会出现。就像我们前天的新闻有提到 ，FTX 的总部扎根在巴哈马，那之后他们也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风险问题。当然了，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财务管理的基本3要素以外，如果要付诸实践，那么一个好的财务部到底会有什么样子？反之，又会有哪一些危险讯号呢？我们可以再想象一下，今天有2间公司在同一天收到了1亿的美元资金。公司 A 把25% 的现金放在各种期限的账户中，25% 放在各种大市值的稳定币中赚取收益，30% 用于持有比特币和以太坊，15% 放在其他的蓝筹加密资产中，最后5% 放在高风险的投资组合中，像是 NFT 或者是种子轮。那另外一间 B 公司，它则是用了30% 买回公司自己的代币，60% 分散到6个不同的种子轮投资中。那每一个种子轮其中都有1到5年的归属期，而最后的10% 则用来为25名的创始员工每人买一个 BAYC。A 公司平衡了风险和收益，在牛市和熊市中都能够保持它的价值，也许能够抓住一些牛市的上升空间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抵抗熊市。他们的投资组合中的劣质资产就会被限制在5%，所以即使它变成了0，但是对于业务营运的影响也是很小的。相对来说 ，B 公司就会有比较高的风险。如果市场出现了重大和长期的衰退，他们的市值以及资产可能就会大幅的贬值，很可能就会导致公司无法继续营运。由于没有稳定币的储蓄，所以当支付营运费用时，资产的价格波动可能就会是一个问题。当然啦，就是这2间公司的资产配置，举例确实是比较极端、比较夸张，但也是因为比较极端，所以才能够更明显的看出2者之间的差异。那最后也将整个文章还有内容统整出了3大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财务部的目标应该是确保有适当的现金来防止时间、货币和地理上的不匹配，它不是一个寻求收益最大化的内部对冲基金。第二个，国库资产很大的一部分应该要保存在现金或者是类似现金的工具中，以便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容易取得。最后一个，任何投机性的投资应该只占整个财务部组合资产的
一小部分，所以就算当它们归零，也不会对公司的营运产生不利的影响。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，不仅仅是对于加密企业，其实同样的观念也可以套用在我们的身上。以上就是这期节目对于区块链内容的小小分享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